所以我是通过这些无人的装备看到它的发展速度，一个是非常快，还有一个呢，它应用的这个领域啊非常的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价格就是未来无论是我们军事上使用还是民用上使用都用得起，就是你可以承受性，不然的话你用不起也不行啊。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珠海航展呢，说是航空航天展览，实际上你要是到里边进行参观的话呀，既有航空的这些飞机，也有航天的运载火箭、卫星，还有陆地上的装备，比如 VT4、VT5 这样的坦克，还有其他的装甲车还有各型的这种地面上的雷达，包括反隐身目标的这种雷达系统而且呢，里边还有很多的无人艇、无人潜航器，也就是这个海军或者是水面水下的这些装备，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什么呢？就是防务展，就是不仅仅是航空航天的装备，也有陆地上的，也有电子方面的，还有海上的那我今天要说的呢，就是通过这届航展，我们来看无人装备的发展。因为这次在这个实际的展品中，我们既可以就是在室外的这个展区看到各型的无人机。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既有比如说翼龙彩虹系列的这种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侦察用的无人机这都有。那么包括呢，就是先进的有人说是中国的叫就是环球鹰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叫法不太妥当。因为什么呢？就好像美国有个全球鹰就中国好像有一个这种类似的就是涡喷发动机能够长航时的空中侦察的侦察机，就是中国的全球鹰了。不是的，我们的这只鹰虽然和美国的这只鹰有些像，但它完全是中国的心，中国的机翼，就中国的设计。也就是说，它的设计完全是由中国人来创新来制造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在这种高空就是长航时的这种侦察机上，实际上和美国的这个全球鹰这种战略型的这种侦察机是不相上下的，有了这样的就是能力这是一点。就是我们在无人的这个空中的装备上，因为这个长航时和这个高空，你就必须有这种先进的这种动力系统，还有设计的这个我们讲就是气动布局，还有你的材料，还有你的手段。因为你上了天之后，你还要把这些信息及时传回来这是一个综合的能力和体系，并不是说你有一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就可以有这种能力了。所以它是一个体系的这种能力的增长。再有呢，我们看察打一体的，那你发现目标，你要及时判断，然后呢，及时的把这种导弹，比如说霹雳系列的，或者是其他系列导弹，你要能够打出去，对吧？然后你要能杀伤目标，这是你的这种能力的提升。那我们讲完了这个空中的，我们再讲水面的。实际上，水面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无人艇，就是它既有装备了武器的这种无人的察打一体的无人艇，还有呢，就是这种能够围绕一个目标进行警戒和侦察监视的一个无人艇群。它可以航行应该说可以达到300多海里、500多海里这么远的距离因为1海里是1.8公里所以你看看这么一个距离，这个无人艇它都能够到达。而且我看了它的这个性能和展示，也就是说，一艘艇当它在巡弋的时候，一旦发现目标，它可以前出，或者是这个招呼其他的艇一块来帮忙。它是一个类似于蜂群，是个体系的对抗，所以这种能力是一个加强。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海域里边由他们来监视我们的，就是比如说专属经济区，我们的领海就是不但可以防止就是偷渡或者是走私
啊，或者是其他的啊，危害我们国家对我们来进行侦查的啊这些舰艇，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就等于部署了一个大网，而减少了我们实际上有人舰艇的这种运用，所以这个无人艇也是大量的出现。还有就是无人的潜航器，因为无人潜航器它是分轻型、中型和重型的，那么重型的呢，就可以下得很深啊，就是在水下潜得很深。那么小型的呢，它可以临时执行一些就比如说探测呀，或者侦察呀，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测量的这种任务，那它也是一个体系。所以我们看到了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和水面的无人艇，再有呢就是陆地上的这些无人的这种设备，比如说无人车。还有就是能够帮着我们负重的这种类似于外骨骼的机器人这些装备，当然还有一些小的，就比如说就这么大一点就是一个小直升机，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侦察。我们当时也对它进行了拍摄，就是它也有感应，你拿手一推，它靠近就拿手一推，它就躲开了。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功能呢？就是避碰功能就是说你别到时候自己撞在墙上或者撞在什么障碍物上，它发现障碍物它会躲开，但是呢，在一定的区域里边，它又能够升降，然后呢来拍摄，就是无论是红外的拍摄，还有就是这种就是咱们讲日光下正常的光影下的这种拍摄它都能把这些信息拍摄下来，然后呢给你及时的随时传回来，就传到你的电脑上，你就可以对这个不同的区域里边或者是位置上的目标进行详细的侦测了。所以我是通过这些无人的装备看到它的发展速度，一个是非常快，还有一个呢，它应用的这个领域非常的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价格就是未来无论是我们军事上使用还是民用上使用都用得起，就是你可以承受性，不然的话你用不起也不行所以这个无人的装备，我觉得在下一届的航展上我们可以看得更多，因为下一届航展是明年的11月8号开始嘛，所以这个我认为这种无人的装备会更大量的出现在这个航展上，而且呢会更大量的运用在我们的这种经济建设和这种国防的就是力量的使用上和行动上。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